Hello， 大家好，我是静。今天的影片，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几则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其实是有一点幸灾乐祸、不厚道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是没有办法，我实在是掩饰不了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特别是看到这些恶人或者是舔共的人士被铁拳的时候，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开心啊，特别的幸灾乐祸。那我相信屏幕前面的观众也和我一样啊。那首先我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馆长陈之汉被铁拳的事件啊，是不是很大快人心呢啊？据陈之汉最新的影片透露啊，他在中共国被铁拳了啊。众所周知，刚在几个月前啊，陈之汉是屁颠儿屁颠儿的跑到中共国，先去了上海，又去了澳门，又到了深圳啊，拼命的去帮中共粉饰太平，拼命的说，哎呀，中国好棒棒啊，遥遥领先啊，把他们360度无死角的跪舔一遍啊，狂夸一遍啊，那个跪舔的嘴脸真的是让人作呕。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观众还记得，就在陈之汉准备去上海之前，我就做过一期影片去提醒他说其实呢，他对中共来说就好比一块抹布，就是用之则弃之啊。然后他当时呢，还在他的影片当中辱骂我、性骚扰我还回复我。可是呢，你看这个现世报来的真的是太快了，我都没有想到陈之汉这么努力的舔共，这么努力的帮中共去这个统战台湾人民啊，这才短短的几个月过去而已啊，这么快他就被中共狠狠的铁拳了。他是如何被铁拳的呢？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一下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馆长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想问，我不懂为什么我一个堂堂的中人，大家都是中国人。如果大家认为都会同为中国人，为什么我需要别人背书？我抖音现在开不成啊，我审核不过啊。然后好像他说我是讲政治的，好像要有人背书干嘛？也赚不了钱，然后也卖不了月饼，然后 B 站也不让我开。我们后来就去申请，他们都说馆长不能开，直接讲。因为他说我是属于偏政治的，必须要有人背书。上次上海加这一趟都要赔了400万，反正都不顺啦。就是93阅兵看不成，昨天也确定了，抖音跟 B 站都不给我开，这边的政府。然后他说馆长不行，反正我不敢讲啦，就是台什么的嘛。然后就说我就是特殊分子，不要再说馆长赚烂了，我是赔烂，我为了中国人亏了很多钱。台湾被台湾逼，中国大陆这边官方也没有给，也不准我开。馆长不会来第4次，因为我真的来不了，因为每次来都没有接到任何的工商啦，或者赚不了钱，我真的财力没这么好。以上这段影片就是陈之汉在他自己的影片当中透露的，说他现在因为去了中共国旅行了好几次嘛，就准备开一个账号，譬如说这个抖音账号啊，这个 B 站账号，想开启带货收割韭菜的模式啊。可是呢，谁知道即使他如此拼命的360度的无死角去舔共去舔中，但是呢，中共还是把它当一块抹布一样给丢弃了，连一个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都不允许他开。原因是因为他是偏向政治的，还暗示说他是台独啊。你看一下真的是报应来得非常之快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陈之汉在中共国的表现和在台湾的表现。到中共国旅行的那几次全程都是哇，好像一只小白兔一样也不讲粗话了。特别的有礼貌，温文尔雅了就是毕恭毕敬的表现的特别的乖巧。一回到台湾之后呢，就开始拼命的抨击赖清德总统、民进党，抨击一切就是见什么咬什么你看他就是在安全的地方特别的勇敢像在中共国这样的地方，他连屁都不敢放一下其实陈之汉呢他真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因为他具备这个中共国人的这个特有的劣根性就是在危险的地方
就好像一个孙子一样，在安全的地方就尤为的勇敢，这就是他的一个特征啊。到中共国之后，你看真的是特别的乖巧啊。即使说他现在被中共给铁拳了，即使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示好、去舔共，但是中共呢还是看不上他啊。我之前也说过啊，其实中共啊对这个大外宣的这个人选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也不是说是一个人都有那个资格去做大外宣的。像陈之汉这样的人啊，就顶多就做一块烂抹布吧，不会有太多的使用价值的嘛啊。那所以说呢，现在他觉得他已经向中共表忠心，这个投名状已经递到了。现在呢，他就想去中共国收割韭菜啊。他在他的影片当中说他去这几趟亏了好几百万啊。他现在呢，又在向台湾人民和这个中共国的小粉红卖惨。他卖惨呢是有2种含义啊。那一方面就是说，他提到了嘛我为这个中国人亏了很多钱，他是希望博得这些无脑小粉红这些韭菜的同情，去给他抖内去打赏他啊。然后呢，一方面是呢，他又想在台湾的社会当中去洗白，说，哎呀，你看我没有帮中共做统战，我没有赚到钱呢，我亏了好几百万呢啊。那首先就是呢，我们首先要问一下他以上说这些话到底是真是假？因为这个人如果说他可以迅速的180度的转变他的政治立场的话那这个人说的一切的话其实都不可信的，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他的信誉、他的诚信度已经是0了所以说从他口中说出的话，我们就当做笑话听听就罢了那他以上影片当中看似随意的这个吐槽其实是满满的怨气那一方面呢，我在想只是我个人一个大胆的猜想，是不是因为他去到中共国舔共了好几次，那结果呢什么也没有捞着，想到中共国去带货割韭菜，中共又不让他割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台湾人嘛，这些中共国的韭菜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台湾人去割了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所以说呢，就直接的就不让他去割韭菜了。那现在呢，他也意识到他这个舔共的行径没有太多的好处，所以说我通过他以上这短短的一段话，我觉得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大转变，他又会跳反我也不会意外的，因为他现在就开始抱怨说中共铁拳他不让他开社交媒体的账号去带货但是呢他又不敢直接的去辱骂中共那就意味着他是不是在给大家一个暗示的信号他可能很快又要再一次的跳反了，变成一个反共斗士，变成一个台独了天天问候习近平的太太，我们也不得而知那像陈之汉这样的跳梁小丑呢，他做出任何的行径我都不会感到意外的，因为在他眼里是没有家国情怀，没有道德底线的，没有人性的，只有利益这样的人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收买的就是目光非常的短浅，鼠目寸光。那所以说呢，看到他遭受到中共的铁拳我这个心情呢真的是特别的好我建议大家再去回看一下我在几个月前他要出发到上海之前的我做的那个影片我说他就是中共的一块烂抹布的那个影片真的没有想到在短短几个月这么快就应验了，哎呀，我真的是神预测非常非常的开心大快人心那以上是这个陈之汉被中共铁拳的这个事件那下面还想和大家来跟进报道一下我上周和大家分享过的中共国人在马来西亚殴打这个移民局的官员以及持刀伤害多人的这2个新闻那如果说你是我这个频道的老观众，应该都知道我前几天刚刚分享了一个新闻
闻的截图啊，那就是呢，在马来西亚的出境处殴打移民局女官员的这个中国籍女客呢，她年仅31岁而已啊。那马来西亚的法院判决也是非常的神速啊，事情刚刚才过了1周，判决结果已经出来了。那最终的判决呢，那就是被判了监禁1个月，罚款2000令吉啊。那当时判决结果一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即刻的发了 community 那边去问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你们觉得这个判决结果如何？你们满意吗？那后来有很多的新加坡的、台湾的、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纷纷来踊跃的讨论和留言啊。那据观众朋友的综合的回复呢，我去看了一下，其实大部分人都觉得判的是有点轻啊。那直到我看到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非常理性的分析啊，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之对啊。那之所以会判1个月监禁、罚款2000令吉而已，是因为他当场认罪的态度是非常好啊。那英式的法律呢，它是有一个特色的是，如果说你犯错了，但是你认罪的态度非常的好，你没有去否认你犯下的罪证的话啊，你有向法官展示你想改过自新的悔意的话，那通常会判的比较轻一点啊。那如果说你已经被告上法庭了，但是你还拒不认罪的话，那可能就会罪加一等，因为你做错了事情，你犯了法，你却没有悔意，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啊。那所以说呢，他后来就判了1个月的监禁和这个2000令吉的罚款啊。还有一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啊，他这个1个月的监禁和2000令吉的罚款呢，只是表面的惩罚和判决而已啊。他在马来西亚以一个游客的身份犯下这样的罪行，估计他全家和他自己啊，可能以后都是永远被禁止入境马来西亚了啊。还有新加坡可能也会被禁止入境。那就是说你在一个国家犯了刑事案件的话，那你在其他的有分享共享信息的国家那边也会被拉到黑名单的啊。那以上就是这个殴打马来西亚移民局官员的这个女子的最终的判决的结果。那下面呢，我还想和大家再跟进报道另一则啊，中国籍的24岁的女留学生在马来西亚驾车和持刀伤害多人的这个案件啊。那昨天呢，也就是礼拜3啊，她已经被马来西亚法院要求上庭面控了。现在呢，已经被马来西亚给提告了3项罪，都是蓄意伤人罪啊。那据马来西亚的中国报报道说，他这个罪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如果说每一项指控最后都成立的话，他可能会面临每一项指控最高10年的监禁，以及罚款和打鞭啊。据马来西亚的最新的新闻报道呢，这一名24岁的中国籍留学生呢，是来自于中国的湖南。现在开庭之后呢，他的父母也从中国赶到马来西亚去出庭呢。目前呢，据马来西亚的新闻报道，他的认罪态度是非常的不好。他上了法庭之后，一直是保持沉默，法官问他问题，他也不回答，然后也不认罪啊。那现在呢，他已经被拘留了，而且他在拘留期间还在这个拘留所里面故意的拿这个头去撞那个墙啊，导致他在出庭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猪头一样，满脸淤青，看起来非常的可怕啊。那据马来西亚的新闻报道呢，他在马来西亚求学期间，他在学校里面之前是没有任何精神方面或者各种异常的行径的啊。那所以说呢，现在他这种非常极端的行为呢，也引起了马来西亚政府和法院的注意。他们现在呢是一边把他拘留，一边呢还要把他送去精神病医院去鉴定他的精神状况。下一次的上庭时间是定在9月19号，我们一起来期待他最终的一个判决和审判的结果啊。那说实话啊，他现在已经面临了3项故意伤人的指控啊。那如果3项都成立的话，那他真的要在马来西亚
把牢底都坐穿啊，而且还有被打鞭的一个风险啊。那说实话啊，我之前呢我是不知道马来西亚会对女性也使用鞭刑的，因为在新加坡的鞭刑是只针对50岁以下的男性啊，女性是可以免鞭刑的啊。那我还不知道马来西亚也会对女性实施鞭刑啊，然后又学了一点新的知识啊。那所以说呢，他这一次在马来西亚犯的刑事案件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啊。我真的是想提醒一下啊，所有的中国人、中国游客，当你们到国外之后，真的是要遵纪守法、谨言慎行，不要把中共国的那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带到海外去啊，觉得啊你可以任意的触犯法律、撒泼打滚，因为你在文明的社会、法治的社会，你做这些行为，你是要负沉重的法律的责任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也是希望以上这2个案件呢，可以警示、杀鸡儆猴，让这些不遵纪守法、不遵守规则的中国人可以得到一点警示，不要再来以身试法了，因为你要承受的后果是非常非常的严峻的。那此外呢，也要为马来西亚的这个法治点一个大大的赞啊！你看他们的效率其实还是非常之高的啊。那看到这些恶人和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真的是非常大快人心的事情啊。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